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， 是未来银行里现金很多，各位呢好好努力，用你们智慧来提领奖学金。好的，今天的主题来到我们最强高中生交流赛的总决赛，四位同学，来冠中冠哦哈。这个礼拜有5天嘛，4天啊，分别是来自比赛于奥林匹亚竞赛、世界科展好手、全国语文竞赛跟全国辩论竞赛4场竞技的冠军。对，3个都是建中的，对啊只有1位是来自屏东的陆星中学。哇，那个万一你今天夺冠的话，那不得了了哈，哦就很厉害了。他们4位已经都拿到奖金了啦。对，那今天再拿到奖金之外，又再加10万块的奖学金。哇，很多哎。对，不相信我们来问问看，他们之前拿到钱运用在哪里？第1位是吴喜伦，建中啊。我是吴喜伦，我是参加物理奥林匹亚、亚太物理奥林匹亚拿到金牌。最后一个单元你拿走多少钱？我拿走31000。哦，请问31000你做了什么用途？我给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。31000，对，那你拿10万以上，就决定今天总冠军，你钱要怎么处理？也是给爸爸。啊，太棒了吧！是啊，小珍跟胡思安有没有看这一集啊？学一下哦，好好学习一下，对，加油了哈！加油！对，接下来陈立成，嗨，立成，陈立成比赛是哪一个冠军？是 FRC 机器人竞赛，工程卓越奖。对你最后拿走多少钱3万块。3万，一个3万，一个3万，注意听了哈，3万块，你后来这3万块也给爸爸妈妈？没有，我拿去买平板。够用吗？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够啦哦，那现在万一又不幸拿到10几万怎么办？多不幸运拿到10几万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会想买一台摩托车。哎呦，哦，要把妹了是不是？对。你考到驾照没？有考到了。有考到了。哦，哎，加油了啊！加油！好，接下来唯一女生的陈映晨。陈映晨。是你是哪个系列得到冠军？我是全国语文竞赛的国语演说组的冠军。你拿走多少钱？最后只拿2万5，因为因我写错了。哦，他是很幸运的那一个。他不幸运啊，扣了1万。对，但是他的笔画刚好，就是那个咬如黄鹤那一题。对，也是替观众争取福利。对，但是他上次录影回去之后啊，有 po 一个文啊。什么文？他说他好快乐，就算被你叫那个黑珍珠也没关系。黑珍珠是一个赞美，表示他皮肤非常健康。对，而且还是个珍珠呢。你很想白白的吗？啊，没有啊，白的不好，体弱多病。这种肤色应该外国人蛮喜欢的。对，要有信心想到外国人呐。而且他住屏东，这个肤色才代表屏东嘛。哦，对，健康。对，他又不是住北海道。对，但他已经想到未来外国人，为什么你想出国？因为想要嫁给外国人。是吗？你想这样吗？哇哟，直接这样说。那2万5你拿到要干嘛？就准备出国读书，准备出国读书，想要出国读书，加油了哈！加油！希望你顺利成功。接下来第4号是林君怡，你好，君怡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建国中学数理这个班的学生。他上次挑战最后 Battle ATM 的时候是3万4的样子，3万4啊，对，而且趾高气扬写得很漂亮。对，刚领完钱就不认账了啊。3万4您做了什么用途？我3万4的话，我那时候说我想要去，我那时候就想要换一台新笔电，然后但是还在物色当中，所以而且3万4不太够，对，所以在最后一关继续再往前冲。没错。欢迎4位冠军冠，降落水饺啊！今天是非常精彩的一集，今天就请到2位专家来伺候他了。不是主播了，这是教学部的老师了。首先要介绍知名化学老师冯优老师，老师好。另外一位是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峰老师，启峰老师好。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存款争夺赛，来，Sandra，他们其实不用讲规则，都知道了嘛。知道规则了。对，你们都来比赛过，我也不用再多说废话了。是的。马上进行第1题，请出题。月球呢，跟很多地球的自然现象都有关系。请问，如果月球消失了，地球呢会有什么改变？请抢答。君怡。我认为就是因为潮汐现象是由月球带来的引潮力所主宰的，所以如果说月球消失了的话，那这样潮汐也就不复存在。是的，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可是他讲的是月球消失，那不是水灾了。对，但是他说的是潮汐。
哦，潮汐变化会不会月就没了。球消失？因为这个潮汐呢，主要是重力引力的关系。那如果月球消失，那还有地球啊，地球也有引力，但如果月球消失，只会消失2/3的这个重力引力会消失，但不会说造成水都淹到一大锅炉。不会，不至于这样。对，因为还在转动，所以只是潮汐现象不会那么明显。但月球有可能消失吗？不太可能哦。会，几亿年后它会消失。哦，几亿年后，我们也看不到了。先别担心这个。10几亿啦。世界几百年以后我们都看不到。来，吉伦，如果月球消失的话，那地球应该会被更多陨石攻击，因为月球质量其实蛮大的，然后它保护地球受很多陨石的攻击。你可以看月球上面有很多陨石坑。先帮我们挡着就对了。对。对哦。请加3000。立成。如果没有月球的话，地球自转会变得更快，因为自转会变快。对。像坐那个云霄飞车一样变快。为什么？因为月球它有引力嘛，它其实会一定程度上拉住地球，让它不要转那么快。所以变成一年就不会只有364，可能365，更多，就200-300天了。一天可能就剩12小时。懂了。对或错？是的，它会从慢变快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天24小时，可能会变成10个小时。那意思说，那我如果多放一颗月球，我一天可以有48小时吗？是。多放一颗。对啊，因为大家不是时间不够用。你这想法很好。对啊。哇，来，请加3000。林同学。如果月球消失的话，四季会改变。是的，四季会被影响啦。那当然，主要四季的产生还是主角还是那个太阳的引力。那地球呢？它主要是因为它绕着地球嘛。那我们地球又绕着太阳，所以有所谓的公转轴跟自转轴的部分。那目前这个角度是23.5度，有所谓的四季角度。当没有月球的话，这时候没有这个角度，也许呢太阳就会直射我们的南北极，然后呢造成一个四季不明显。林同学，回答君怡。那我想，因为人类历史上很长，我们现在使用的历法有一部分一个月嘛，就是以30天月亮的公转周期来做运算，来做规定的。如果说没有月亮的话，那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历法了。是的，就没有月的单位了。请加3000。接下来。吉伦，如果没有月球的话，那地球上生物的演化途径会改变很多，因为我读过，在晚上月球的亮光对于生物是非常重要的。错的，就会影响到动物，尤其是夜间要捕食的动物，所以对夜行性动物或者是利用月光来捕食的，对，像狮子啊、猫头鹰啊，那他们就很难去猎物啊，甚至是有一些那个害虫呢，就会大量繁殖，造成物种的不平衡。陈立成。跟月球相关的信仰跟宗教就会消失。什么月神啊？对。对，因为自然现象。这一题。对我说。看专家对。那你要不要帮他解说一下吗？没有月球，那就没有月娘，没有兔子。没有蜈蚣。专家的回答怎么有点可爱？没有中秋节啦。对，就不能有中秋节啦。他也没有月饼啦，也不能烤肉啦。对。林晨。如果月球消失了，就是自转轴会改变。日转轴会改变，自转轴会改变，有没有跟前面重叠？有，对，好，来，请加3000。因为月球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星体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没有月球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一个很近的标的物，所以我们的太空科技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。没有这个答案，为什么？那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定位啊，你所谓的太空的部分嘛，我们也可以用北极星啊，它最亮对不对？从来没有就无从比较。好，来继续来吴同学。吉伦，刚刚说到太空科技会被阻碍，这是没错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前一年吧，有那个韦伯望远镜升空，然后韦伯望远镜其实是放在地球还有月球拉格朗日点。所以如果没有月球的话，那韦伯望远镜就没办法升空了。那我觉得有点离题了，我们还是地球会有什么改变啊？这样子登陆月球的也没有办法登陆了。对，这样说有道理。你那个重点对，以地球上的改变。来，陈立成。立成。就是地球对太阳公转的轨道应该会发生偏移。
这也是引力的关系哦，你刚刚讲的对，林依晨，好，应晨，看你咯，我想不到了。可以的，你可以。加油！好哇， 4个人都停留在这里了，都是6000了哈。那总决赛真的蛮难的，蛮难的，蛮难。对还有需要补充的来请。你们都没有想到，如果没有月亮，就没有那个影子遮住月亮，那个叫什么？日食月食对，日食月食啊，哦，对不对？来，这还有36000了。接下来题目是由陈启峰老师来举前后差，大家奖金都一样哦。是，请出题。明清两朝是中国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，请问有哪些小说名著是明清期间写出来的呢？请抢答。陈立成，《西游记》。西游记对或错？答对了。他写于什么时候？《西游记》是明朝的吴承恩所写的，那它里头就是有就是写神怪小说嘛，那里头有很多的妖魔精怪。那这边补充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妖魔精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凡是能够吸取日月精华的叫做精，那吸取了精之后，妖力变那个法力变高强就变妖，妖之中特别厉害的叫做魔。那如果是特别怪异的，我们常讲就由物变化而来的怪物，怪就是这么来的。哦，所以在那个小说之中，这种妖魔精怪它有很清楚的定义。陈英成， 《红楼梦》。答对了。有的。哎，这写于清朝。对，清朝的曹雪芹所做的。那他因为里头呢，也就是有提到了贾宝玉跟林黛玉嘛，那他有提到贾府的一些互动。那有人认为是在反映就是宫廷的皇位斗争，所以在清朝乾隆时一度把它列为禁书，但是仍然是在民间继续流传，所以后来才会变成是我们的4大名著之一。好，丁怡，我觉得《儒林外史》也是其中一部。答对了，啊，请加3000。哎，吴同学，《水浒传》对或错？答对了，好，请加3000。陈立成，《金瓶梅》。金瓶梅有《水浒传》就有《金瓶梅》。他笑得很尴尬，你是有读过对不对？没有，喜欢吗？《金瓶梅》对或错？答对了，请加3000。陈立成，《官场现形记》。答对了，有。这是谁写的？官场现形记是李保家所做的，那他就是在讲说官场的那些贪官如何去贪污纳贿，而且为了要求取功名有哪些丑恶的面目。那所以它里头呢，就是它其实是实际在记载这些事情。它其实是透过人物的主角去反映当时的官场现象，所以也有人把它视为是谴责小说。林君怡，《老残游记》。答对了，来，请加3000。来，接下来吴同学，聂海花。答对了。哎，是在什么啊？聂海花你们可能不熟，其实聂海花就是在讲赛金花的故事。哦，哎，讲赛金花你们就知道，因为清朝不是有8国联军吗？对。那8国联军他就在讲说，这个赛金花因为跟德国的那个统帅认识，然后所以借由着这个德国统帅去达成辛丑合约，那所以就是在讲说这个奇女子在乱世之中如何协助清朝的故事。学到了。陈立成，《聊斋志异》。答对了，有。请加3000。哦，这么多都是明清时代写的。所以鼎盛啊。哦，来，陈立成。我现在脑袋只有《鹿港城服记》啊。鹿港城府记，对，城服记答错喽。那鹿港城服记它其实是收录在《古文观止》里头的一篇文章。那我们的标题是说明清小说，那以小说类别为定义的话，它称不上是小说。OK， 好，了解。类别不同。林君怡，我读过，我看过一个叫《20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。答对了，这是什么书？对啊，这好像现代书。那它是清朝的无言人所作。那这个20年目睹之怪现象，是在描绘人世间的丑恶，然后也是提到说官场以及洋场，就是那些外国商人的一些事情，所以它也被视为是谴责小说之一。哦，来，请加3000。厉害啊！吴同学，麒麟还有2个名额啦。都被讲光了，都讲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就要停止喽。
好，打叉。好，陈立成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答错喽，因为鲁迅呢本身是明初的人，那他的白话小说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后才写成，至少是民国5年后的作品。好，最后2个，《三国演义》算吗？我刚才正要讲，怎么没有人讲这么有名的？答对了！哇，因为三国很远，大家觉得哇，是不是以前写的？没想到都在明清写的。写出来的。哦，来，请加3000。还有1个名额，要不要抢下来？只剩下你了。面有难色。好，停。来，请老师补充。好，那其实有很多的明清小说你们都忘记了，像是瓜哥身上就有一部啊，《包公传》。我以为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哦，《包公传》是《包公传》之外，它衍生出来的《七侠五义》也是。Okay. 对，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话本小说这些明清小说都是从宋代时代的话本过来，所以它在民间就是因为很受欢迎，所以不见得是创作，而是后人编辑而成。像刚才讲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就是罗贯中编纂而成。所以三国故事其实很早就出现了，但是到罗贯中的时候脍炙人口，我们仍然视为是明清小说。是的。好，目前呢，吴同学12000，立成呢15000，应成12000，林同学18000。当然还有3000没有领走，我们堆积到下一回合，马上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，他们也熟悉规则了，那我们就进行3轮了啊！大家已经比赛过了嘛，不用我多讲了。第1回合，请出题。核能发电一直是永续能源领域的大议题。请问，现行多数的核能发电厂都采取什么样的核能发电 ？A. 核分裂 B. 核融合。请作答。对，陈立成。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子，然后还有很多中子跟质子。对。然后因为它太大不稳定，所以被撞出来之后就会分散成很多小的质子跟中子，就是其他原子核。但是过程中会散发出能量。对。然后也会释出一些中子，那这些中子就可以再去撞其他原本的铀原子，所以力量就越来越大，能量越来越大。所以核电厂通常会插一个棒子，然后控制它不要反应的那么快。正确答案是。核分裂，其实呢，现在世界上的核发电厂哦，都是采取铀235这个分裂反应产出能量。那其实核分裂啊，刚刚说的，其实有发生过一些意外的时候，像之前日本福岛发电厂这样一个悲剧嘛。还有呢，核能有废水，还有核废料处理问题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刚刚大家没有选的那个核融合哦，这个反应发电厂，它其实是一个正在积极研发，看有没有办法采取是核融合的反应，而且会没有核废料。请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在英文面试时，面试官问 "What are your strong suit？" 不是在问你的服装，是在问什么 ？A. 最高学历 B. 擅长的事。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大家的英文都不错哟。因为我觉得那个suit好像在包装你的那种感觉。人家通常问你的时候，像是我被问的时候，人家会说哦你擅长什么事？那我就会说 OK， 我擅长演说这件事情。但通常可能我的学校最不会问学历，对，但他会问说你擅长什么事情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包装你的一个形象。正确答案是。第一擅长的是，如果我说你的 strong suit 呢，就是指你擅长的事情或是你的强项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干脆用 long suit， 有的时候用 strong suit， 反正都是好事嘛。所以有人请你帮忙的时候，你想拒绝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怎么说？I would love to help, but sorry, that's not my strong suit。不好意思，我很想帮忙，但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。至于刚刚的最高学历，不会有人用这个，大家会直接用什么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就好啦，所以不会是这样。那如果你问我要回答，你说my strong suit。What is your strong suit？ 所以我回答必须说 my strong suit。你可以直接说 it's， 还是直接这样？it 是 LDS。LDS 是你的什么 strong suit？ 拉迪赛。哇，你
的啊，哥，拉迪赛叫 LDS， 非常好。Thank you， 来加4千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大部分鸟类为了减轻体重、方便飞行，演化出了以下哪一个生物特征 ？A. 骨头有空洞 ；B. 没有消化系统。请作答。来，吴同学，骨头有空洞。对，然后鸟类一定是有消化系统的，比如说有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骨头有空洞。其实呢，鸟类的骨骼进化为了适应飞行哦，这些骨头非常的轻，强度高之外呢，能够经起起飞到降落，会整个飞行会产生各种应力。所以鸟类很多骨头呢都有空洞，这种空洞的骨头数量啊，在每个鸟之间是不太相同的。那些真的可以滑翔啊、飞行的鸟，通常会有比较多这种骨头。它们骨头里面的空腔啊，而且还会有呼吸气囊，衍生出气带，帮助它飞行。那刚刚说的有一些不会飞行的鸟，像企鹅、鸵鸟，它就实体的。对，它就比较没有这种空心的骨头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下雨天怎么感觉特别好睡？研究证实，下雨天是真的会让人更加昏昏欲睡。请问原因是下列何者 ？A. 耳朵压力改变 ；B. 空气含氧量低。请作答。好，有1/2喽。吴同学，你选择耳朵压力改变，因为空气的含氧量绝对不会因为水而降低，因为水的容氧量很低。那林同学，我反倒觉得可能因为水可能会触发某一些在土壤里面的化学反应，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下雨的时候会闻到一些雨的味道、土的味道，说不定可能它触发一些化学反应，所以导致说，它会消耗氧气，可能会导致含氧量减少。正确答案是 B， 空气含氧量降低哦。氧气的作用啊，是我们人体必须要，我们一定要需要氧气嘛。然后它还能刺激大脑，然后我们就很有精神。但是呢，下雨的时候，大气的压力会降低，含氧量也会相对减少一些些。所以科学家指出哦，这样子的状况下，当然我们会有点昏昏欲睡咯。是的，2位请休息一下。2位加2000，17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如果在计算器中键入某正整数 n， 接着连按开根号3次，视窗显示得到答案为2，则 n 等于下列哪一个选项 ？A 8 B 256。请作答。这太看不起他们了吧？这个我们没办法说来问他们对或错的。对啊。这可以谁做解释？陈立成。来。就2平方3次回去啊。你可以想成，因为连续3次的平方，那就是根据指数它会相乘，那就是2的8次方就是256。正确答案是 B 256。那开次根号呢等于1/2次方，那题目中开了3次根号就等于1/8次方哦，所以以此回推 n 等于2的8次方，所以答案是256。来加2000，答对1题喽。第一题一样喽。第2题请出题。阑尾经常被视为生物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器官，但其实阑尾对身体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？A. 调节肠道酸碱值 B. 储存肠道益生菌。请作答。以前说阑尾都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它是有它的作用。是哦。我就记得有这个功能，因为我记得说好像。在可能我记得在做切除阑尾手术的时候，通常不太愿意就是切除阑尾，原因就是因为里面还有存有一些细菌，那这些细菌可以保护肠道就是健康这样。好菌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储存肠道益生菌。虽然阑尾呢没有消化功能，但里面呢有丰富的淋巴组织哦，可以把肠道里面好的益生菌存下来，也可以提供免疫细胞，维持肠道里面的正常菌丛的生长。那同时呢，我们里面这样子细菌平衡的话，我们免疫力当然会更好喽。是的。第2题一样了。下面是第3题，如果答对一样就均分了。第3题请出题。
去德国旅游时，可以看到许多地名都跟城堡有关。请问，在德国，堡字也代表什么意思 ？A. 重要城市 B. 防御堡垒。请作答。都写重要城市。我其实也是觉得说，就是汉堡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所以我就往那边去想。但我其实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还蛮想问我的德国朋友到底是为什么。医生，我其实也不知道，就是大概用猜的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重要的城市。德国周边有好多堡的地名，像是汉堡、卢森堡、马格堡。其实堡 Burg 在德文里面呢，就是有要塞都市、要塞城市的意思哦。以前呢，因为诸侯领主他们住在城堡里面，然后他们来治理周边的地区嘛，所以以他们住的这个为中心，然后发展出来的重要都市就会形成堡这个地名。所以啊，你刚刚行长说的对。然后在德国听到这么多堡来堡去的，就代表他们以前有很多小领主的存在。来加2000。那你们都连续3题都答对，就均分啦。对11500，请进陈立成账户。好，11500，请进林君怡账户。2位请回来。接下来进行第2轮，对不对？还有机会的哦，大家。好，第2轮，请出题。今年地震频传，关于地震的知识你了解吗？请问，当地震来临时，我们会先感受到哪种方向的震动 ？A. 左右震动 B. 上下震动。请作答。有什么理论吗？还是感受而已？陈同学。就是地震其实它会造成2种波，一种是 P 波，一种是 S 波。那其中一种呢，就是为了制造上下震动，它的速度比较快，它波速比较快，所以就会先传递到发生地震的地方。这是它有它的理论在的。对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上下震动。没错，地震时候会产生2种波，纵波是 P 波，横波是 S 波。B 波传的比 S 波快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考虑波它会衰减嘛，我们先不考虑这个，我们先感受哪一个会比较快到。所以呢，上下震动的 P 波会先到，然后我们之后才感受到 S 波的左右水平震动，之后呢才会感受到表面波引发的长周期震动。所以它如果之后再继续震的话，那就是整个地震的状况了。但前面会先感受到的是，哎呦，上下动了一下，它来了，来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沆瀣一气用来比喻2人之间心灵契合，请问最初沆瀣是指什么 ？A. 主考官与考生 B. 马夫与马。请作答。马夫与马。应成。因为我觉得 B 选项比较有趣一点，然后沆瀣一气。沆瀣这2个字觉得比较特别，所以特别就搭配特别的选项，所以我就选 B。赌一把。吴同学，沆瀣一气是之前有一次科举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崔沆跟崔瀣，应该是姓崔的，就是主考官还有状元刚好都姓崔，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件事，就变沆瀣一气。正确答案是 A 主考官跟考生，太厉害了，吴同学，没错，唐朝时候呢。崔沆当主考官，有个叫崔燮的考生被录取。那当时呢，考得上的都是主考官的门生。然后呢，好像崔沆给了崔燮这个位置，让他考上之后，然后他当官之后还升得特别快，然后待遇跟大家都很不一样。然后大家就议论纷纷说，哎，这2个姓崔的。做主跟门生啊，沆瀣一气，意思就是哇，你们的名字这么巧合。那沆瀣刚好又是一个意思，叫做夜间的露气，所以他们的名字刚好组成另外一个名字，然后就把这个蛮合的嘛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以前有讨论过，以为沆瀣一气是副词，对不对？是有副义的，负面的啦。可是没有啊，它其实是形容志同道合跟意气相投，所以我们可以沆瀣一气的。请坐在那边休息一下。好，那3个人沆瀣一气。来加3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躺在床上总是需要翻身好多次才能入睡，请问根据研究，
把卧室墙面漆成什么颜色能够帮助入睡 ？A. 白色 B. 蓝色。请作答。白色的，来，请说。因为我没有看过有人家里是漆蓝色的，而且蓝色感觉是比较高频率的东西，感觉会比较刺激性。立成，我妹妹房间就是蓝色的。你的妹妹啊？对。她有睡得比较好。看起来是睡蛮好，她每天都在睡。君怡，我反而觉得，因为蓝色正是一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颜色，可能在海啊，在天空都可能会出现，所以反而可能会让人觉得心安吧。会宁静。对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蓝色。其实呢，虽然说睡觉的时候看不到颜色啦，但是你在还醒着、快要闭眼之前呢，你墙壁跟装饰的颜色会影响你的睡眠心情。那蓝色呢，长期以来就像刚刚同学说的，对平静感，比方说水啊、天啊都是蓝色，所以你睡觉的地方如果是蓝色系，也可以帮助你入眠哦，睡前放松。而且真的接受调查的英国家庭当中，有58%的人，其实他们就把房间漆成蓝色，而且这些人呢，经常一起床看到蓝色就感到开心，所以回去不妨试试看，把你的房间跟你妹一样都涂成蓝色。加2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研究报告指出，如果吃过量的爆米花，会增加罹患何种疾病的风险 ？A. 阿兹海默症 B. 帕金森氏症。请作答。好难哦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阿兹海默症。美国研究指出啊，因为奶油嘛，爆米花加超多奶油，我要让它更香的话呢，里面就会加调味剂丁二酮。可丁二酮这个东西其实不好的，它会扰乱神经，所以就会增加你阿兹海默的风险哦。所以我们打开以前那个爆米花，打开那个包装，闻到的那种扑鼻很香的奶油味都要小心哦，它就是调理这个丁二酮得到的香气啊，不要多吃。来，2位请回来。哦，9000块没人拿走哦，进行最后决战轮第3轮啦。第3轮，请出题。原先是9大行星之一的冥王星，因为什么原因被除名了 ？A. 没有足够引力成为球体 ；B. 无法吸引清理周围星体。请作答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无法吸引跟清理周遭的星体。那冥王星呢？我们小时候都是被9大行星长大的，但2006年的时候，它被除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太小，不足以吸引周遭的小天体，而且它也没办法清理轨道上的星体啊，所以它不符合真的需要行星的条件，所以它重新被划分成矮行星。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尿液是人们的排泄物，但它在历史上曾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用途。请问，以下哪一项是使用尿液做成的 ？A. 制作火药 B. 制作乐器。请作答。哇，尿液怎么做火药啊？是吴同学，就是尿素里面有氮，然后火药需要硝酸钾，所以需要氮。对，我知道尿液有尿素的关系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制作火药。美国的内战时期啊，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方式生产大量的硝酸钾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法国人有找到个方法，就是你把有机肥跟尿啊，然后灰啊，还有一些稻草混合，然后不是马上用，你先放1年，然后再把它里面的灰跟水分过滤出来，它就变成了火药。那其实啊，义和团也有曾经在战争里面使用过尿液，他们用装满尿液的罐子去炸8国联军。那他们炸的方式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他们觉得哦，洋人的机关枪是被做法的，那我尿液是个不好的东西，我一泼你就不灵了，所以用不一样的方法来打仗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家长们都担心小朋友看太多电视会不好。但研究指出，看电视的时候做哪件事反而会对小朋友有好处 ？A. 让小孩自己选节目 ；B. 跟小朋友讲话。请作答。
应承选择的是让小孩自己筛选节目，来，请说。因为可以让他自己有自主意识，就选择自己未来，就是他想要看什么节目，那他在未来的时候可能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干嘛，他的自主意识会比较强烈一点。像行长喜欢看的东西，这样子也不阻止你就天线宝宝吗？哇，好可爱啊！林俊，你选的是 B 哦。我觉得，其实我非常认同陈同学的讲法啊，应承同学的讲法，我真的觉得培养自主意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我觉得培养创造力也是一个啊，因为如果说在播节目的时候跟小朋友讲话，去发展接下来的剧情，说不定也可以训练小孩子的创造力。正确答案是。第一，跟小朋友讲话，其实有儿科的医学博士研究发现，你看电视的时候呢，其实小朋友会比较喜欢跟父母讲话哦，频率会变高。那我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呢，学龄前的儿童交谈次数越多的话，这些小朋友他们之后上幼稚园的时候，好奇心就会越高。那有几个博士指出啊，跟爸爸妈妈一起看节目哦，可以培养学龄前儿童的好奇心，然后再用对话来促进帮助他们的思考、学习跟探索的能力。那儿童发展当然是对这个好的嘛，所以研究结果表明啊，如果你看电视之外，加上跟他对话，儿童的早期发展是好的。加2000，哇，就是不能平分，所以还有拼面哦，还有拼面。加油！接下来总共进行3题，如果3题都一样，你就输掉了哦。对，除非你赢了。来，请出题。一掷千金中的金居然不是黄金，请问此处的金是现今的什么矿物 ？A. 黄铜 B. 黄铁矿。请作答。都是黄铜。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黄铁矿，可是黄铜很早以前就有了，而且还被当成硬币，所以可能是这个。当成硬币嘛？正确答案是。黄铜，其实呢，中国一直都没有盛产黄金啊，但是因为贸易呢跟外交的关系，也会影响黄金的存量一直下降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把黄金拿来保值，没有当做货币。那刚刚吴同学讲的对，我们的货币是用黄铜来把它当做货币的，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以黄铜为金币。奖金越堆高是越有机会了啊！吴同学就拼一下了。第2题，请出题。不同语言对茶的称呼大致分茶跟 tea 2种，请问这是跟什么有关 ？A. 茶叶贸易的途径 B. 茶叶品种的不同。请作答。两个还选一样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去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，他们的茶都叫 day， 然后跟 tea 很像，而且马来西亚应该又是当时茶叶贸易的中枢，所以我就选这个。正确答案是。茶叶贸易的途径，其实茶树呢原生于中国。那如果是陆路运送的发展的这种茶叶贸易啊，其实用广东的发音，那广东发音叫做 cha， 然后先向北传到北京啊、朝鲜跟日本，然后再经由丝路往西传播。而有海路运输的，比较像是近似 t 的发音，像东南亚刚刚就说嘛 t 嘛 t 嘛。然后还有西非的沿岸啊，还有西欧多数国家，所以他们是传播的途径不一样，造成名字的发音不同。好紧张哦！最后一题了。最后一题了，请出题。蜜蜂是天生的舞者，请问蜜蜂在跳8字舞的时候，摇臀的时间越长，代表什么讯息 ？A. 需要同伴支援 B. 食物距离越远。请作答。为什么你们俩都会选？对，我记得好像之前在书上有看过，但我自己也没有到特别的清楚。对，我也在书上看过。哇，你们都看什么书啊？我怎么没看过？就动物星球频道。OK， 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食物距离越远。其实蜜蜂呢会跳一个摇摆舞来告诉同伴说：“嘿嘿，这里有食物。”那如果它摇得越长，代表食物越远。加2000，两位请回来。25000均分，12500，请入吴锡伦账上。12500分给我们林君怡账上，4万。最后
呢，吴锡伦24500，陈立成26500，陈映辰12000，林君仪42000。来，恭喜林君仪成为本周的总冠军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哇！其实这刚才领走了4万多，3万4， 3万多嘛，3万4。来，再次总冠军冠中冠，恭喜我们林同学。今天挑战的是14万2哦，请插卡。好大一笔钱啊！4万2是他的今天奖金，10万2是额外再加的冠中冠的总奖学金。对，所以是14万2。那先经过密码提示，来，请出现2个密码。2个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56画的高中总冠军，或是总笔画57画的航库被掏空。我们被掏空了。对，我们高中总冠军就代表他了嘛，对不对？出类拔萃啊。对啊，出人头地啊。出人头地啊。高中状元算吗？高中状56画，56哎，56画呢，确实一定没有那么简单啦。这4个字成语一定没有那么简单。那57画也很多画啦，航库被掏空啊。一贫如洗，一贫如洗，可是57画有点多，一贫如洗啊，然后家徒四壁，真的，欲哭无泪啦。来，你想想看嘛，56、57，你要选哪一个嘛？我当然希望钱多一点，然后有荣誉一点，所以我追求荣誉，选择高中总冠军。哦，请锁定高中总冠军，出类拔萃。没有选的，请看，这什么？软囊是什么东西啊？软囊羞涩，囊应该是说你的行李或什么嘛？不知道为什么这4个字看起来有点害羞，就是已经应该就是袋子里面都空空的，没有东西。哦，你说软囊就是袋子哦，然后很羞涩，行囊啊这些啊。哦，羞涩是空空如也的意思，应该是这么一回事。就是啊，就更小啊，拢无钱啊，更小无钱啊，拍写。我的行李来电拢无什么物件，就很羞涩。这次不好写的呀！这个如果你会吗？这个囊？这个哇，真的还好没有选，我可能想不到。恭喜你没有选，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好险！14万2000块即将入袋，如果拿走的话，你总共拿了17万6喽！哇塞！高中总冠军准备好了，拿笔。好紧张！14万挑战赛准备来了，请出题。高中总冠军，你的题目是啊。超群异类，计时1分钟开始。来，斟酌。他好像还没有考虑，就直接就这样写了哦。群异。类，停，几秒？37秒。反正异能啊、异类都是很特殊的啦。对。哦，密码11、13、11、19。对或错？你还有23秒，对不对？计时开始。就是笔画也错了嘛。是几万呢？检查清楚哦。哇，不知道改哪一个了。对，还想说是笔画，有可能是字错哦。你要改啊，不改你就等于错了。那你写完。1亿2亿的亿，你想赚钱？密码11、13、15、19。14万2到底对或错？拿到。那到底是哪里错嘞？对。来，我们看正确解答。这个亿哦。你2个超也写算错了。哦。说当2个都无解，那就无解了。好，那我们跟我们金库说拜拜了，请关闭金库，谢谢，谢谢，来请。那个亿呀，就是超群的意思。对，它是一个
个好的异。那你刚刚写那个异类的异，感觉比较不好的异，有点异状什么的。没有啦，他都觉得像异能啊，异能就是很超群。哦。现在这个异能也是很厉害、特殊的功能嘛。对。但是呢，没关系。他今天来这边，我们这个感谢各大专院校来这边参加比赛。哇！他又是总冠军，这是个高规格的比赛嘛。对。他之前虽然拿了一个3万4，今天14万没有拿到，没关系，我把你本来应该4万2折一个2万1的奖学金给你，好不好？以资鼓励。谢谢行长。你还是有2万1啦，你还是可以上一些线上课啊。对啊，你看鼓励年轻朋友来参加我们节目，鼓励学习。对，大家呢彼此切磋一下，增加你们的记忆。就今天一整个礼拜大家切磋，这样不爽吗？很爽吧？好累，会不会？对啊，是主持人比较累。对，有你听你赶快哈。这2万1呢，请好好的。同时，我们观众朋友也要注意看我们节目，也会有额外的，有时候冠军者会帮你们争取奖金啊。没错，因为他有时候要是写错了一个字，但他密码对，那就会有额外的1万块。要怎么得到的话，你要 follow 我们的节目，然后常 follow 我们的社群，还有我们的 IG 啊，然后 YT 啊，就可以知道要怎么送奖金，怎么得到这些钱。那前面奖金我们也陆陆续续在送给大家了哈。谢谢大家，各位同学，谢欢迎各大专院校、高中啊、国中啊同学来报名参加。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同学们精彩的演出，谢谢你啊，恭喜他啊！谢谢你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